大家晚安，我是陈燕莹，欢迎来到新闻大白话。接下来这一小时国内外大小事，要用您听懂的话说给您听。现在介绍这一小时来宾，这期介绍的是耶鲁政治学博士郭正亮，大家平安。还有前立委李顺峰，主持人好，大家好。以及台大哲学系教授苑举正老师。燕莹好，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好，那首要先带你来看到的是，川普现在呢，其实上任还没多久的时间，大家已经开始在算到底什么时候要走。哎呦，不得了了，怎么他的大儿子小唐纳先前大家都知道说好像也有一点政治野心哈，现在在接受媒体访问的时候自己出来讲说，也许有一天哦，那个召唤就在那里哦。我一直非常积极的支持父亲创立 MAGA 的理想，会不会出来选呐？哎呦，真的是如果出来选的话，因为川普现在只能再当一任嘛，那如果3年多后，他真的出来选了，那不就还要再4年？有些人会因此而感到有一点害怕啊。最主要原因就是因为现下的美国里面有非常多的不安因子正在发生当中。今天呢，看到了在以色列这一边出现了这么样一个状况啊，因为呢，以色列这里其实有30国的外交官去约旦河西岸这边要做访问，结果突然之间你看到了，以色列官兵为什么突然对空鸣枪？大家就想说，怎么会发生这样一个事情？到底发生了什么事？好，鸣了7枪之后，他的讲法是误会一场啦哈，因为我们发现他的车子有偏离事前申请的路线，进到了没有经过授权的区域，所以我们才会鸣枪警告，要求他离开。但现在的以色列背后，川普一直挺着，所以呢，是不是在美国境内也感受到了那个氛围？因为今天在华府这边所发生的一起命案是非常让人惋惜的。好，这个是呢深夜暗夜的枪响，以色列使馆有2名员工被射发身亡，而惊动了司法部长出来作证。当时呢传出这个枪手落网的时候，高喊着解放巴勒斯坦，你就知道这整起的战争其实已经开始出现了一些外溢效应了。但川普的回应是什么？川普的回应是说，这个呢显然是出于反犹太主义，必须要立刻停止。反正呢，在他目前主政之下，他的立场非常明确。而除了他内部这些可能他跟犹太族还有以色列这种比较偏外交等等的主义的立场之外，还有另一个呢，则是他目前在经济上面的一些立场了。昨天呢，突然之间，股汇债3杀20年期的美债标售利率呢，飙到了5.047%。好，这个呢，基本上是2023年10月以来第一次超过5%，让所有的人都很担忧，所以才会造成这种股汇是在双杀的局面。而且呢，同时也发现了他所推出的这个 The One Big Beautiful Bill， 就是大而美法案，众议院这边已经先过了第1关了，之后呢还有第2关，还要进到参议院里面。可问题是，这个法案最主要的原因就是他希望能够大规模的减税，还有减少支出。而金融市场呢，包括这一位诺贝尔经济学奖的得主克鲁曼告诉你，这个时候在讲减税这件事情，其实他认为不是那么聪明，而且他特别提醒川普，还记得英国的特拉斯吗？特拉斯那个时候是做了什么事情？他只是小规模的减税，结果就让他跟生菜比，到底谁先走？没想到生菜还赢了 Charles， 所以呢，他就问川普：“你这个时候推这样的一个政策，你准备好了吗？你真的确定没有了这一些税收？”没有了这一些裁员，你知道钱在哪里吗？好，这一些呢，其实都会造成在经济上面大家的一些隐忧。当然，最大的隐忧就是关税了。美国现在已经有12个州以超越总统权限为由，要法院这边暂停它的一些关税的设施。好，可问题是这件事情看来，短期你很难喊卡，90天眼看就快到了。对于美国来说，他们现在呢就是跟中国对上。CIA 的副局长甚至直白的讲，CIA 的首要任务就是要跟中国做科技竞赛，包括 AI， 包括晶片，包括生物技术。而且呢，环球时报它这一回是也很直接的给了美国一个回应，因为前一阵子呢，他们就改了一个讲法嘛，就是要各国不要去使用华为升腾晶片。那环球时报就讲啦，其实不管你是怎么改，这样改那样改，觉得改得比较委婉，但说白了，你就是呢明着给中国的高科技下绊子，用的就是莫须有的罪名加长臂管辖的老套路。而现在他们在出招，是针对于大陆的电池材料不公平补贴，开征反补贴税，所以
他又再抓了一项，不管是天然的石墨还是人造的石墨，你就是50%以上用的是中国的原料啊。那你现在又在跟他开征反补贴税，真的对美国厂商企业比较好吗？好，原因是因为这一个美国的扬声器制造商直接跟你讲了一个实话，说中国有很多原料是没有替代品的，譬如磁铁没有替代品。你现在提高它的关税，你就是让我更困难啊！再不然就是让我没有办法在美国境内生产这些东西，我就是在中国生产更多的扬声器，不是更少，因为成本啊，做生意这是一件很重要的事情。回过头请教一下亮哥，您会怎么样来看？原因是因为川普主政之下，其实这一次他的长子小唐纳有蛮多的建议，蛮多的意见，甚至呢，他代表他爸去了格陵兰等等等。您怎么样来看？现在他说可能会参选。他参选最多也是参议员啊，就跟那个伊凡卡那时候也有人在传嘛，对，因为他基本上是帮人家助讲的啦，那他助讲非常受欢迎，受欢迎不表示你可以选啊，你不要想错了，不要以为每次帮人家站台都很受欢迎，然后你就可以选总统啊，你没有那个分量啦，差远了啦，连参议员能不能选上，我都要打个问号啊。基本上就是一个做生意的啦，我认为跟川普实力差100倍以上我那个共和党绝对轮不到他选总统绝对轮不到啦，开什么玩笑嘛，这个就是炒作新闻那我觉得以色列使馆人员在华盛顿被枪击这是非常严重的事对，这表示支持巴勒斯坦的各种力量已经进入美国内部，而且这个是很难抓的而且以色列不会只有一个大使馆它还有领事馆，很多地方都可能会有意外事件而且美国这个地方各式各样的意外事件，也不一定是枪击致死啦，也会有各式各样的骚扰所以我觉得这个就是我们本来在讲说加沙战争会不会外溢，对，我们去年在讨论这个问题嘛。那现在开始，那当然主要原因就是因为以色列拒绝撤军嘛，而且最近又好几次攻击，又导致了300-400人死亡嘛，对，大概是这样。事实上，连欧洲人都反对了，目前的状况。那这个骨灰式三杀你若要类比到英国特拉斯，那就是他最近通过那个减税法案，他平均1年大概又要减差不多4000亿了。就是10年又增加4兆其实这不是主要原因4兆算什么？他1年就增加2兆了搞不好到明年就42兆了，现在37嘛，对，今年过完就39了啦，明年就42了啦所以减税案绝对不是主要原因而是在穆迪都给你下调你的平等，你还这样干我觉得是这个 feel 啦，就是你就是一个不负责任的政府，完全没有因应方案，那还要朝最危险的方向继续干下去。我觉得主要是这个，因为我刚刚查了一下，5月21号10年期的美国国债飙到4.595，就最近以来又一次超过4.5而且事实上，自从不管是川普那个暂缓各国的90天。或者跟中国协议未来还有90天缓和了关税战，它的美债殖利率还是一直都没有下来，这个就是它的问题了。这个其实这个如果从比较深的角度，等于是人家对川普的不信任就说美股有涨嘛，对不对？对。可是那个是炒短的可是总的来看，美元还是要贬值。美债还是要跌，所以总体讲，美元资产还是要抛售，就是这样所以我觉得这恐怕没救了。库鲁曼我是同意的，川普没救了这个虽然他是民主党的，不过他这里是讲对了啦。那美中科技战 ，CIA 如果介入，那仍然方法只有关税这个就是跟川普一样愚蠢嘛，缺货。用关税哪有什么用？你等于逼大家用更贵的价钱去买对，
不然你要去哪边买得到？比如说石墨你对中国加税好了，那你买得到吗？还有永磁材料，你买得到吗？对不对？美国只要是永动机啦，这个一大堆啦，什么风电的发动机啦，电动车的发动机啦，通通都要用到。那你要去哪里买？所以这个 CIA 也来缴获科技制裁啊，就表示美国也没救了啦。来请教一下盛峰老师。这个外交官的参访团会被鸣枪，不可思议。这30几个人的出去，一定有前导，一定有引导，一定有规划。对，怎么会面对这种事呢？所以你想，所以我只有不解。那我另外把我亲自经历的一个亲身经历给各位参考啊。我在4月份到伊斯坦堡的时候，刚好碰到了穆斯林抗议美国在加沙恶行的大游行。哇，那个规模之大，之浩大。但是我要提的是什么？所有美国的商店，像麦当劳啊，像什么这项外面布满了重兵啊，其他都没有。你知道为什么吗？因为这些就是这些游行人有没有准备要攻击的地方？为什么杀他？那这个从小小的地方你就可以看得出来，这个已经外溢到生活上来了。911哪一天再发生，都不会觉得奇怪。因为在这个1年多的时间里面，你只看到一个被欺侮的巴勒斯坦，你看不到一个被拯救的巴勒斯坦，你也看不到一个被捍卫的巴勒斯坦，你看到的是嚣张的在压制所有要这个支援巴勒斯坦的力量。那你看怎么办呢？也就是说，当我正式的管道、国际的管道，所有的一切我都没有办法的时候，我能应到没有的时候，谁就会出现了？虚无主义就出现了。恐怖主义就是标准的虚无主义嘛，一切欲去之而后快嘛，没有什么，所有的存在都是不合理嘛，对吧？所以有人讲说那恐怖主义不是伤到其他的人吗？他不这样想，因为所有的存在对他都是没有意义的不合理。那我们再来看呢，美债的这个部分呢，也是蛮麻烦的。这个呢，这个目的把它下降了 A1 了。那事实上其他那个会议跟标普早就下了，早就下了。现在3大评比是全下，这是美国从来没有过的，没有过的现象。这个美国的主权被下在这样的时候，那他有没有能力解决？我抱歉讲一句，真的没有能力解决。我们知道要开源节流，这最简单嘛。请问美国在哪里开源？美国的开源就是举债嘛。现在举债也很困难。节流，哇！那对美国讲台节流，那简直是要他命了。所以第一个被要命掉的叫马斯克了。勒索被老公顶住了，勒索除了台湾去送以外，还有谁去送啊？不，所以呢，这个呢，这个已经是没有办法，他已经更麻烦的是，他没有时间了去固本了，固元了，就是我们用时间来慢慢的这个培养体能，他没有时间了。他也没有短效的药可以解决他今天的问题，所以我们可以看到的美债有问题，美元也有问题。他本来2个想救一个，那美股呢？那股票是可以操纵的，但是美债是操纵不了的，对吧？股票是可以短期去操纵这个甚至财政部可以用一些利多什么去操纵，甚至短期进出操纵。可是呢，美债是操纵不了的。这个操纵不了的标准的自由市场告诉你一件什么事情？殖利率越来越高，然后呢，花新债要来补旧债那个新债越来越难花。这样的美国还在通过什么法案？最近呢，准备几个做嘛，把加密货币要来正确的给它合法化了。那合法化就要去跟美元挂钩，美元挂钩没有本钱现在准备用什么再来？就是重新把黄金呢重新估价。因为它是这个1973年的价位嘛，那市场到现在已经差了80倍了，一算大成交大概会多8000多亿这样。但是我在想，8000多亿对美国有用吗？好像那个窟窿大到8000多亿有没有？好像也没什么效果了。这个呢，就是今天美国碰到的最大问题。最后呢，讲中国，现在美国对中国已经快没招了。你呢，在发展中呢，我就掐你的脖子。然后呢，你已经发展成了，我就呢，这个呢下半子让你不能走，所以5G 不能用，这个华为的芯片不能用。那你已经
成功发展了，我就什么用关税来打你。事实上证明这3招到现在为止，通通是没有用的。所以美国必须真的在川普这样子搞下去是很惨很惨。不过话讲回来，就是没川普换一个普川有没有？我也不认为有什么办法。好，可是没有川普的话，也许不会有关税啦，不会打关税战。对啦，然后没有那么多不确定因子啦。但是呢，想请教岳老师，因为其实现在大家所比较担心的是，除了经济不稳定之外，它的社会上有可能因为加沙走廊这边也变得很多不稳定的因子。加沙走廊这边的问题的话呢，已经是从2023年的10月7号一直到现在嘛。我说一句良心话哈，这个通通都是故意的了。就是这个都是故意的了，因为首先的话呢，就是在这个去看这个约旦河西岸，大家知道约旦河西岸不是加沙走廊，约旦河西岸是原来里面讲好联合国说好2国论里面巴勒斯坦建国的一个地方，但是离约旦河西岸已经搞得支离破碎了，绝大多数人那边光是这个屯垦区有200多处啊，然后那个这里头包含了欧洲啊、中东的国家。要去那边看的时候，以色列的士兵是完全不认为他们有好意的来参观的。只要有人看到他们那次的话呢，鸣枪示警。我说一句良心话，他们直接对他们开枪，我都不会意外啊。就是以色列就是这么凶啊。另外的话呢，这个加沙的情况非常惨啊，因为这个首先第一个的话，11天没有食物进去，昨天有食物进去以后啊，有很多小孩啊，就是说是几岁啊，4岁以下小孩。有1万多人呢，他们生命面对了一个极大的威胁。那以色列做这个决定的过程当中，势必的引发了所有人，不一定是信回教的啦，也不一定是伊斯兰的，大家就是欧盟国家都会觉得说你搞这一套太狠了。因为我不晓得大家记不记得，在1个月前的时候，感觉上好像就是露出曙光，好像哈马斯要准备投降了。突然之间的话呢，这个战情急转直下，出现了这样子的一个结果。那这个是为什么以色列变这么嚣张呢？只有一个原因，就是川普让以色列这么嚣张，没别的原因啊。因为纳坦雅胡在川普还没当选的时候，就跑到美国去，看完拜登后，马上跑到佛罗里达去看川普啊。他心里会感觉到，那川普的的确确做很多事情的话呢，极其保守啊，想法各种观念的话呢，都会制造出那种川普铁杆支持以色列这种下场。但是美国现在的一个问题啊，就是觉得美国好的人呢。那个川普的儿子唐纳川普的话呢，Junior， 他那个小川普，他现在干什么？跑到中东在兜售房地产。对啊，我的天哪，他那个形象他妈糟糕到是这个样子，拿着老爸的那个名望在那边卖那个什么房地产，还要想选总统，那简直是开什么玩笑？我这个觉得完全不可理解。那另外的话呢，美国自己的问题。美国的股汇债的问题，什么叫做特拉斯时间呢？就是说你没有钱，你要减税，那你拿什么来补贴？那现在川普本身说要削减预算、削减支出，那你现在的话，我跟大家来把这个账算一下，因为你导致的这种关税的话呢，大家知道关税谁付的？美国的消费者要付这个关税，所以就必然会通货膨胀。那你这个经济上来讲的话呢，消费者要花很多钱的话，你在减税的时候，同一笔钱的支出，你本于是抵消掉了关税，对不对？然后你的经济的话呢，又产生了停滞性的危机。你在这个停滞性的通货膨胀底下的话，你会所出现的结果，不都抵消掉了？你白忙了一场。那美国有什么办法来解决它的问题？那就所以说那个股汇债的情况，我跟你讲，那个它的殖利率的飙升是很正常的。就是显现你美国现在不行的，没别的。好，其实呢，对于美国来说，很多时候你会发现，以前的做法跟现在确实不一样，因为现在总统叫做美国总统川普嘛。川普是怎么样来对待他的贵客的？南非总统来访，结果呢，他突然说，灯关了，干嘛？播影片，来听听他们在做什么。A lot of people are very concerned with regard to South Africa, and that's really the purpose of the meeting, and we'll see how that turns out. But we have many people that feel they're being persecuted, and they're coming to the United States. So we take from many locations. It has to be responded to. Yeah, sure. Let me see the articles, please, if you would. And turn the lights down. These are burial sites right here. Burial sites, over 1,000. But you do allow them to take land. No. You do allow them to take land. Nobody can and take then when land. they take the land, they kill the white farmer. And when they kill the white farmer, nothing happens.
好，他强调的是在南非这边有白人的农民，竟然呢是遭到种族灭绝，是用种族灭绝这个字哦。那当然，南非总统马上就直接告诉他，因为呢，你看川普手上还有一大叠的资料，要好好的跟这个南非总统来讨论。可是呢，南非总统讲没这件事情啊。如果真的有这么一件事情的话，他就指这3个，他说这3位是高尔夫球的选手，如果真的有这么一件事情的话，他们怎么可能会在这里？不是嘛？所以呢，他也特别强调，他刚刚看到那个十字架那个其实不是真的墓园，那个其实呢，他们已经讲了，说这个是象征性的设置。确实那个时候他们是有在抗议，可是，在南非内部的所有政党都没有说过南非正面临种族灭绝。好，一直以来，多年以来，确实南非有它历史上面白人跟黑人之间跟非裔之间彼此之间怎么样来掌控对方，又或者是呢来主权。那当然，他的政策近几年来有一些的改变，但是从来没人说过种族灭绝。可是现在呢，川普把它拿出来讲，而且是当着南非总统的面讲，不是只有讲而已，放影片给他看，拿资料给他看，然后呢，Rubio 就直接讲了，说因为这样，所以川普不会出席南非 G20 的峰会，他多次的违背美国利益。讲到这边就觉得，好像真的。他觉得没什么好谈了，是这样吗？白人主义至上，这可能呢，在现在会是另一个讨论的焦点。而另一件事情是，当川普是这样一个态度的时候，其他的国家是怎么看的？来看到澳洲总理艾班尼斯现在呢赢得了这个选举之后，现在考虑说年底的时候要再一次的到中方访问，会见习近平跟李强。那这已经是他2年内第2次正式的访华，大家都一直在讲。在这个时间点公布这么一件事情，那有没有可能会对于美中之间的这种关税的僵局会有一些交换意见啊？或者是澳洲这边是不是也有一些想法，想要跟中国这边交换意见呢？因为毕竟嘛，在艾班尼斯的领导之下，他们的市场重新跟中国连接上了。那中国现在呢是澳洲最大的市场，每年购买价值超过2100亿澳元的澳洲商品。所以呢，当美国人跟他讲说你要小心哦，你不要被人家牵着鼻子跑的时候，他们的讲法是其实没有那么夸张啦。美国呢，现在对我们的外来投资来讲还是排第1的，那只是对我们来讲，现在你川普这么不稳定，我反而还应该担心你，不是担心中国呢。而其实呢，对中方来说，他要做的当然就是跟各方有比较好的关系，来看看他做什么。王毅现在呢要主持第3次的太平洋岛国外长会，那这一次呢是第1次线下举办。可是呢，虽然说是线下举办，然后是远端的，但是做的事情其实还蛮多面向的。因为同时呢，你也看到大陆跟东协完成了自贸区3.0的谈判，同样呢是用线上的方式来做进行。至于呢，在中方这边，他们则是公布了，包括了法、德、意等43国单方面的免签，所以你可以看到的是呢，它其实跟多国、多方、多面向在拉近一些关系，拉近一些距离。跟欧洲也释出了善意，而且这个数字您必须知道，这是中国对欧洲的投资。以前我们知道说，他其实欧洲一直不要他的钱啊，不要他的投资，结果报告拿出来之后，发现了现在呢，在去年对欧盟对英国是直接投资哦，达到100亿欧元，激增将近50%、47%，创下了2016年以来的最大增幅。现在的美国跟现在的中国好像位置有点交换。今天的这个讯息让大家很有这样的氛围跟感动跟感受。好，原因是因为 WHO 呢，在美国说我不玩了之后，最大金主正式换手，中国罕见的派出了中央政治局的委员级的别的这个官员来出席。那同时呢，他强调我5年再给5亿美元，现在他是 WHO 的最大金主。回过头来请教一下亮哥，您会怎么样来看这个呢？是南非总统去白宫访问，结果呢被川普突击，甚至呢指控很严重，说是对白人的种族灭绝。因为南非的白人确实有逃到美国，那美国给予难民身份，这是真的啦，几万人，那因为南非你知道嘛，这个贫富悬殊非常严重，那曼德拉事实上并没有去处理黑白
财产的分配的问题了啊。那过去就是土地的分布极端悬殊嘛，所以这个总统他通过了一个法律，叫做无偿征用农场主的土地了。如果为了国家的建设，那当然那个农场主几乎都是白人，大部分是白人，几乎都是白人。那美国就这个法案，实际上那个时候就跟这个总统不对盘了啦。那后来这个总统又大力的去指控以色列种族灭绝，对加沙嘛，然后还去国际法院提出指控，对，所以美国就对他很有意见了啊。那我们讲到说是有白人的难民呢，那这个只是进一步了，因为南非有很多政党啊，那当然也有黑人的比较激进的政党，那他们就是主张要把白人赶走的，这个确实存在。可是他们不能代表白人，不能代表南非政府啊。那种政党当然就透过关系啊，把影片啊、资料都交给川普嘛啊。那川普引述的那个影片其实是错的，因为那个十字架啊，那是象征的一个活动，不是真的坟墓啦。就白人政党在举行一个政治活动，那就插了十字架，表示象征说。历史这样一路下来，死掉的农场主啦，可是那不是真的啦，那是一个活动啊。那去年就有人做一个统计数啦，说去年南非有爆发44起农场主谋杀案，那里面也只有8个人是白人啊，所以并不是说都是针对白人啊。所以我觉得这表示川普偏听啊，就你作为美国总统。你的讯息来源就是白人的激进派嘛，那他自己本来就是这种人啊，他实际上跟3K 党关系也蛮好的，对不对？所以而且本来就不喜欢这个总统啊，所以他竟然做了一个决定嘛，就今年的G20峰会他不去，对，这个其实是很大的决定哦，那这个摆明就跟南非对撞了，是。那这个恐怕也没有解了，说实在了啊，因为这已经是全球南方，还有你是不是站在阿拉伯人这一边，这根深蒂固的意识形态的冲突了啊。那至于这个中国大陆对欧洲啊，确实大幅的投资增加了啊，这个主要还是宁德时代啊，宁德时代投资了75亿，那比亚迪都是投资匈牙利，所以奥班是赚到了。好，来请教盛峰老师。这一幕啊，白宫这一幕很可恶啊，这是设计的。你想想看，没有准备好，怎么可能？或者是关灯我们来放？只有南非总统不知道。你留着，这是，而且怎么个设计法呢？它是由记者来发问这个问题，所以这个记者也是涉及中的一个。或者是要来谈贸易的问题啊，谈关税的问题，怎么会谈到这个问题上来呢？所以设计那个记者发问，然后呢准备好放这一幕给你看，这个很可恶哎。这假如以国家领袖级跟领袖的交往，那在你的客厅，我以如此的方法来对待来访的客人，以后谁敢去进你那一个房间呢？这一个泽连斯基已经一次了，鸿门宴，对吧？那以后谁敢？这是把你自己一个堂堂大国的身份完全是摧毁了。第二个，这里面呢不但是偏听，这个影片呢，我们仔细看有2个，一个是牧原，刚刚大家已经讲过了，另外一个呢，他当时还放了很多，就是在国会里面比较激进的黑人党派啊，在那边就是对白人的一个杀死他，对不对？一个攻击，那讲话，所以那个谁，那个。总统他也这样说，我是主党的自由啊，这是他表现的方式啊，但是他不是代表我的立场，他不是代表我政府的立场，但是呢，整个的过程里面川普根本不听他这一套，就还是不断的在攻击。那各位呢，可以来想一想，他的目的是什么？借机恐吓还是要取财，借机恐吓就要取财，最后还是取财，还是取财。假如财交付了，就要这样。泽连斯基把那个玩意交出去了，这借机恐吓取财，真的是世界最大黑帮老大那最后我要跟各位讲一下，白人在南非现在的情况怎么样子？
它人口大概7%，但是它的土地占70%以上，对，70哦，对，你说93%的黑人，对，有什么心情？我问你就好，这个不解决，绝对是这个国家永远的炸弹。不会用375的方式解决，把这个白人的土地摧毁，然后用什么样的方式的补偿什么不处理的话，这绝对是一颗随时会爆发的炸弹了，而且更重要的收入还是4倍以上就是白种黑人，所以基本上白人的家里还是很多黑人的 ，Yes sir，Yes sir， 虽然主人已经变成了另外一个人，这个他是没有板块的。最后我们讲中欧的部分。中欧的这个投资会加速在一个这个数据不管是宁德时代，不管是比亚迪，不管大部分集中在匈牙利但是它有一个特色，就是中欧贸易协定非签不可的，因为双方的投资。当我有这么多的投资进来的时候，我也希望这个门也让你能够更方便的进来。那美国呢也急着要进来，台湾小心台湾小心，为什么小心？因为这一个完全开放的中国大陆给美国来进来的时候，绝对不容许中美之间有可以爆炸的引信，可以冲突，可以吵架，可以斗争，但是绝对不可以有爆炸的引信。这个引信是什么？就是台湾。所以统一与和平，你以为他是讲错话吗？绝对不是讲错话。请教岳老师。哎，我的感触特别强烈因为什么呢？因为南非的情况南非的主要的白人叫 Afrikaans 其实是荷兰人因为我留学的地方的话呢，讲一点荷兰话他们那个种族隔离者叫 Apartheid 阿巴列的就是说我们叫阿帕台其实就是说那个时候整个分离因为他们是17世纪到南非这一块富饶之地我说一句良心话这个南非那个时候阿巴列的这个。大家知道有一个人叫 Nelson Mandela 曼德拉他是被关了27年在1990年的2月11号才被放出来，关27年。我跟你讲我在的时候，南非因为有阿巴赖的时候，感觉上他们最大的牲畜就是黑人就是这么紧张我一般来讲黑人没有任何的公民权利然后那个土地你还讲说什么7成什么的。他根本就是分开了，不准结婚你知道，不准谈恋爱而且最后搞到什么程度就是我跟你讲，大家要累积这种仇恨你长得不一样实际上的话呢，大家要知道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那个时候，南非的白人分2种，一个叫 English， 还有一个叫 Afrikaans。Afrikaans 就是原来的荷兰人他们和 Afrikaans 他们很坚持要留在南非的。像这种情况 ，English 都跑掉了，都不敢再待了。所以说，南非现在，我觉得川普做这个决定，做这个说法，然后还让那个卢比奥长得算不算白人跟那个 Afrikaans 都比起来都不是很白的人，宣布G20不去了。我跟你讲，他这个做法有3方面的负面作用。第一个，很少有这个总统自己会把种族主义就用这样的方式来羞辱南非的总统，他是黑人你知道南非人有多生气？那大家要想一想，将心比心嘛，对不对？然后第二点的话呢，你讲说G团体不去，G团体是美国搞的东西原来 G7 什么，你突然不去，那不是借机会让中共上台吗？另外第3点，这个我们讲的就是美国搞法，现在说就大陆的官员躲在被窝里笑得要命，你知道吗？川建国嘛，不是他何止建国而已因为这个让这个世界的白人的主导都没有站不下去，因为大家一听到种族问题，这是人类文明有史以来最敏感的问题这不是开玩笑的。然后你第3点的话呢，你一定要了解，像欧洲国家，像澳洲什么的，人家都知道国际政治讲的是实力，实力讲的就是利益。你在这种情况下，你叫这个不要，你叫那个不要，那怎么可能？我比较惊讶一点事情是，就是说大陆现在的话，你那个 WHO 多重要，是里面所有研发单位 ，WHO 里面有多少的研发人才，对不对？大家都知道这个 WHO 是最重要的人才，那美国居然不要，就区了几亿，那5亿而他不要，那让大陆进去以后完全垄断，然后就接受所有的那个疫情 ，WHO 里面负责的所有的疫苗很多东西对不对？你这开玩笑，你怎么让出去了？老蒋不要，老毛要。我卫福部长反对疫苗，对呀，这跟他的原本的想法不太一样大家要了解，你这个让出去让太多了，WHO 比 WTO 更重要很难得看到岳老师这么生气，你为什么要退？我搞不懂这很重要全部变成了给中方一个场子，是不是？来，不过带您来看到的是，现在呢有很多时候有一些作为，确实你有的时候搞不太懂。印度的作
作为，很多人也看不太懂。现在到底在搞什么呢？笑话来。大胜利完之后，好啦，现在告诉你我很厉害，我加强克什米尔这边的战力之外，我还找外国媒体来做大外宣，给他看这样的画面。这个呢是以前我们都说空军不行，是不是？哎，这个其实台湾要看一下，这个是单兵操演哦，改良型的轻型野越炮，好越野炮。那这些的武器呢，就是适用于高原地形作战，因为在克什米尔这边就是高原地形嘛。另一件事情则是他要告诉你，我这些东西通通大部分都是印度自产自制的哦。印度再次伟大。那印度呢，现在外交官呢，则是被打成卖国贼。最重要原因是因为他们问啊，不对啊，政府跟我讲说是打胜仗啊，为什么我们不继续打下去啊？你现在打到一半不打了，不就是把胜利的果实拱手让给别人吗？所以呢，负责出来朝停火的那一位外交官，现在被打成卖国贼了。因为呢，让巴基斯坦他们那边可以作秀，可以做新闻。巴基斯坦呢，现在这一位陆军首长说声望爆棚了，因为呢这一仗打得太好，声望飙升之后，现在变成了史上第2位陆军元帅。大家就在讲说呢，这样一件事情让巴基斯坦整个举国沸腾起来，不太对。印度的贾康杰直接讲，明明就是我们赢啊，他们到底在开心什么？你们从来没有赢过任何一场战争，为什么他还可以变成元帅呢？但是对于巴基斯坦来说，我就真的有打赢啊，我就把你的飞机打下来啦，所以他很呛，说我不是巴勒斯坦。听原话。The reality is that India is not USA and Pakistan is not Afghanistan. India is no Israel and Pakistan is no Palestine. Pakistan will never be deterred. We will never bow down to Indian hegemony. 而且对于中国这位巴铁弟兄来说，他可能想告诉印度的是，你要小心哦，我会更厉害。因为呢，现在发现了中方竟然是用5折，5折把歼35A 卖给了巴基斯坦，而且呢，这个东西呢说今年还会到货，然后呢已经在训练了。2025第3季就会投入实战部署，他是买了40架，现在呢说给他30架先。那这么一件事情，其实呢所费不赀，可是中方给了他方便，给他50% 的折扣之外，还给了他便利的付款选项。大家就在问啊，这一次他们能够靠着歼10C 的打下对方，最主要原因就是因为它有4维空间嘛。那现在央视告诉我们啦，说他们有所谓的 A 锁 B 射 C 岛这样子的一个作战策略，就是呢有一个地面的这个防空系统，它先锁定之后，然后战机飞出去射击，然后呢之后呢卫星这边再直接来导正这个飞弹，能够让它命中目标。这一些事情大家就在问，台湾不需要知道吗？特别的是这一次他们派出的只是歼10而已，央视呢也很有趣的，在这个时候很适时的播了一个歼10的纪录片。这里面呢，他们的总师特别告诉大家说呢，他们现在已经摒弃了很多过去飞行员的一些飞行方式，都全部改用电脑的。然后呢，不往前走的话，那就永远无法超越。甚或呢，现在歼10 C1 在国际航展兰卡威航展这边变成大明星了，很多人呢都在这边打卡啦，流量担当。因为呢，大家都看到了印巴战到底它的实力在哪里，实战经验在哪里？而彭博呢，则是告诉大家，其实现在不是只有歼10而已，还包括了歼20、歼16这一些的战力，有可能就会让美国被拒止在第1岛链之外，因为他们的数量上讲的是每年哦，每1年可能会生产100架的第5代歼20，而歼10跟歼16的产量也都是倍增的。那这一些用数量上面，用船舰的数量上面来看的话，你的空跟你的海是不是在数量上已经没有办法压制对方？这对于军方来讲是蛮重要的一件事情。甚或现在中国的自信是什么？是说他直接给你看它的最先进雷达呢，它是全部这个几分钟的时间就可以升到18米的高空。那这个雷达升空之后，你会问它是做什么用的？现在不是讲了无人机作战时代吗？它就专门用来对付无人机的。它可以呢看到无人机，然后去干扰它的电波等等。又因为这样的方式呢来做所谓的雷达先进的作战模式，这一些是中方想告诉大家他们这几年的精进。那美国呢？美国现在其实呢要整顿五角大厦，川普说这是他
上任之后最重要的一件事情。最新消息是发现了美国防长 Hexus 呢下令4星上将以上的人数裁减20%，而且呢，国民警卫队其实也是算是他们的类军力之一啦哈。现在将军人数呢也要减少20%，那旗舰的军官人数额外缩编10%，很明确的，它是在一个调整、瘦身、缩编的情况。哎呀，真的打起来的话，人够吗？这可能也是现在他们自己在评比的时候必须要考量的问题了。回过头来请教一下亮哥，您怎么样来看？印度现在呢说克什米尔，我不但增兵，我还告诉外国媒体我很厉害。这个印度哦，因为克什米尔这个战争，坦白讲，距离印度蛮远的啦，所以一般民众是没有什么感觉啦。那因为我们现在是在外面看。对，所以你两边的讯息你都看得到嘛？对，印度人事实上并不是这样啦。印度政府现在用2个策略在解释啦。第一个就是我们有打下枭龙啊，他也在列出他打下的东西啦。那第二个就是中国介入协助啊。他就说中国介入北斗卫星啊，什么鬼的啊？所以不是巴基斯坦打赢了。为什么他一定要这样解释啊？因为南亚它就是霸主嘛，巴基斯坦的 GDP 是它的1/10，这一仗是第6次发生冲突啊。如果他空优输了啊，那这个政权大概就垮了。因为你要知道，这个空优输了是很严重的，也会联动到海军，大概印度也不敢打。那这样怎么办呢？我现在真的局面就是这样，就是巴基斯坦是打赢了。可是他不想打，那印度是不敢打，可是不能承认自己打输了，就是这样啊，好复杂的情绪，我这没办法啊，太有趣了，因为他就是不敢打，然后又怕说，哎呦，我们空优没了，怎么办啊？目前就是这个状态啦。那印度人也不笨啦，他一定会知道原来是体系化数据分享这个战术，他没有啊，不，他现在发现他没有，因为坦白讲，外媒也陆续在登了啦，我也看到美国的、英国的都登了这件事了啊，那印度人一定会看到的，怎么办？赶快买呀！谁叫你以前要用组合拳的啊？你预警机就去买美国的啊，你只好大量的买美国的啊，不然怎么办？敢卖它，所以。赶快练功啊！不然怎么办啊？其实巴基斯坦并没有要打啦，这次完全是印度去打人家的嘛，因为他高估自己嘛，他以为他可以教训他，他搞不好还可以打几架中国的飞机，然后去跟美国炫耀，说我帮你出手了，那你贸易战是不是给我好一点的待遇？他本来的想法是这样，结果全部事与愿违啊，所以这个就很惨。可是我跟你讲啊。其实美国现在注意的不是印巴，而是这种打法如果放到台海战争，完蛋了，怎么办？美国恐怕整个第一岛链它根本进不来。勇敢的台湾人，你惊勇敢的台湾人，你是你惊吗？你都怕袂到。唔免惊，你有可能。唔过咱这么看央视讲一下 A 锁 B 射 C 岛，一路也像导正的样。这个美国都知道，都知道。美国已经有人写文章了。其实这一套也是美国设计出来的战法，不过它是纸上做的。来，我们先进一下广告，回来我们要继续听专家解释。他没有实战。我们讲这一场印巴的战争，其实打出了大家很多不同的想象。那现在呢，它增加兵力5折，卖歼35A 给他之后会是怎么样？请教盛峰老师。是这样子啊，世界有印度啊，人类有欢乐啊，当然印度人有悲哀啊，真的。为什么不打呢？你的答案你们都不懂印度人。他说赢麻了，所以脚麻了、手麻了，不能再打下去了，赢麻了嘛。这个我真的就像刚才老师我们吃起来讲，这怎么评啊？真的不知道怎么评，因为他真的很难评论印度。他笑话一出给你看，那你怎么办呢？这个国家这个国家也蛮不错的，战败里面还能够这个丧事喜事办得这么欢乐，放假10天有没有？这个大概也是几世以来没有碰过的啊！我
我们糊了丧事喜办。对，我们糊了他，我们糊了他，我们糊了他，我们糊了。我说你怎么办呢？完全讲不出来。那不过呢，在以后中美之间的军工比较啊，对，它会出现一个很明显的对比。中国大陆在整个的军工发展是后发优势。你说飞机不是他发明的嘛？设计开始也不是他嘛？对，你说这些盾舰啊什么，它都是后面的。对，但是呢，它有一个特色啊，这个特色上除了后发之外，它第一个它科技注资，第二个它有完整的产业链支持，第三个它有非常坚厚的政经体制啊，在后面做它的背景啊等等这些的条件，使得他想做什么，他可以全心全力的去做什么。他不会有这一家公司来推销这个产品，那个公司来推销这个产品，他会一致性的我的国家上，也就是说，计划经济可能在市场经济会有问号了，但是计划经济用在军工产业、国家政策经济的时候，可能胜过于自由竞争这一个。那么其他的呢，你又可以看得出来，美国现在的麻烦就是说，它不是不能研究，但是它研究出来，它的生产落后，它不是不能做。但是他的做的结果，他必要满足政客在地方上各个分赃，他不是不能搞，就是政客之间互相的这个压力啊，所以等等使得他会很大。最后我跟各位讲，这中国大陆怎么改造？比如说苏凯27，他从俄罗斯买回来了之后，他什么样子？几年以后，俄罗斯人就发现，哎，怎么整个的驾驶舱的感觉不一样了？就我买你的，但是我已经用我既有的科技。再把它里面所有的电子设备、所有的完全全新。苏凯的20的外形是一样的，内容已经是不一样了。好，对于美中之间这个军力上面的比较，我们等等回来请岳老师帮我们总结。节目最后要请岳老师帮我们总结。我必须要强调啊，这是一个极大的阳谋啊，因为呢，第一点啊，印度跟巴基斯坦之间的战争的话呢，这次是莫迪要主动求战啊。大家可以看到，如果大家对于这个一开始的过程当中非常蹊跷的事情，莫迪要求战的主要目的是为了这个印度跟美国谈这个关税问题的时候，他要带着人头去的，因为前面打了好几次啊，4次了哈，我听到亮哥讲6次，我就说都是巴基斯坦。几乎是大败啊，根本没有还手的能力，因为巴基斯坦的这个人口是这个印度的1/6，那 GDP 的话是它的7/8，合起来算简直不得了。这两个国家的实力，然后印度本身欺负巴基斯坦是很简单的事情，然后结果没想到打的是印度大败。我早上起来5月7号早上起来看到6-0，上次我听到6-0空战是《笕桥英烈传》，你知道吗？我真的是不知道这该怎么讲。然后第二点的话呢，美国这次协调叫他们停战的，主要原因这个川普讲了实话。所以你们不要打，再打下去，双方都有 F-16上去以后，都不对劲，那谁打下谁来都不知道。万一印度又搞个6-0，那还得了，对不对？那美国以后飞机就不要卖。大家知道军火生意才是真正的大生意啊，对不对？然后第三点的话，我必须要强调，这一次中国之所以这么露脸，就是因为实战太难得，而且这个实战里面所展现出来的，我想也是有意的要展现，啊，拿的非常好的霹雳15是不是外销版本的，要让巴基斯坦来用。尤其是巴基斯坦的飞行员，那个女性的飞行员做了非常多的活广告。